5月古装剧里最火的男主是谁？肯定绕不开刘宇宁。折腰上线热度一路飙升，几乎天天有热搜。而当年那个唱着情歌的男人，现在却成了疯批复仇者，稳稳站上古偶男主的主位。疯批复仇者非典型古偶男主，其实这不是他第一次演疯批男主。腹黑、克制、带伤的复仇者几乎成了刘宇宁古装角色的标配，但每一次他总能玩出点新花样，让你觉得这次又不一样。回到电视剧《折腰》，魏少这个角色是疯批，是复仇者，是冷面战神，也是一个默不作声却爱得炽烈的男人。他狠厉时一身肃杀，让人不寒而栗；脆弱时却低眉轻语，如同藏着一颗碎了又拼的心。这角色自带戏剧张力，而刘宇宁赋予的温度与力量，也让这份疯不再脸谱化。从外形来看，刘宇宁拥有189厘米的身高，以及清瘦挺拔的身形，加之其本就自带冷感的气质，被部分观众认为非常适配魏少疏离感的气场。也正因此，他被称为打破古偶审美壁垒的代表人物之一。在古偶剧普遍偏爱的白瘦幼审美中，刘宇宁的外形注定不讨好。他瘦但高，冷但不柔。有人喜欢说他是狼气硬汉，打破审美套路；也有人不买账，吐槽属系帅哥眼神压不住场，一句有武将的形却没统帅的魂，道出了不少观众的质疑。尤其是剧中身披重铠置身战场的造型设计，引起了部分观众的疑问。有人批评他有武将的形却缺统帅的魂，认为他的朝堂戏、对峙戏缺乏足够的压迫感与威慑力，难以承担权谋剧中核心角色的分量。但也有人指出，刘宇宁的魏少并非典型大男主，那类咄咄逼人的英雄人物，而是更趋近于风中带伤、脆中藏狠的内敛角色。正是这种反差感，才构成了他独有的角色魅力。从演技角度来看，刘宇宁的表演依旧存在分歧。一方面，他的原声台词获得较高评价，尤其在怕黑一场戏中，用脆弱的语气和压抑的情绪，将角色内心的创伤缓缓揭示，打动不少观众。但另一方面，他在情绪爆发戏中的表现，如咆哮、瞪眼等用力过猛的桥段，也被批情绪层次不足，演得很大但不够深。尽管有争议，折腰仍成为检视刘宇宁作为演员成长曲线的窗口。虽然他非科班出身，但他在面对角色时展现出的准备态度、对剧本与人物的理解能力，以及近年来通过多个角色所建立起来的角色适配感，都说明他不是在靠外形吃饭，而是在逐步构建属于自己的表演风格。可以说，刘宇宁在《折腰》中有新挑战，更有突破。他不再是那个靠嗓音吃饭的歌手，而是在一次次角色尝试里，把自己的不完美慢慢转化成了角色的真实感。不是完美无缺，但你就是会记住他。魏少这个角色是否成功，或许见仁见智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在《折腰》中，刘宇宁用他独有的方式，带来了一个不靠脸酥，全靠张力打的复仇者形象。这个形象也许不够完美，却足够特别。演技的探索与短板，在《折腰》中，刘宇宁的表演风格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评价。一方面，他的原声台词获得好评，帝王音与一些情感场景展现出细腻层次，特别是怕黑片段，被观众评价情感传达有打动人心的力量。但另一方面，爆发戏被认为过于用力，表情夸张，有网友调侃他一生气就开始瞪眼加大吼，似乎陷入了非科班演员最容易暴露的演技瓶颈。
不过需要指出的是，刘宇宁在《一念关山》时期因坚持修改角色逻辑而与编剧争执，甚至因此被删减戏份，但剧组反而对他的敬业和认真给予了尊重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他的努力并不是浮于表面。演得怎么样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，但我们再看回他对待工作的态度，就能明白他走到这一步并不是偶然。剧本选择与职业态度。在流量至上的当下，刘宇宁曾于2025年3月主动退出原定与鞠婧祎搭档的剧集《万花世界》，原因是剧本质量未达预期。这份宁缺毋滥的态度在娱乐圈并不多见。要知道，拒绝一部待播流量剧，意味着放弃曝光和热度，而他却更看重角色质量和作品厚度。同时，他也在采访中表达了对拒绝带资进组的坚持，这让他虽然面临曝光减少的风险，但也塑造了一个更有创作坚持的公众形象。这就是刘宇宁选择慢一点，但想走得远一点。总之，现在的刘宇宁已经拥有了清晰的事业坐标，不再处于3年前从歌手转型的演员的阶段了。音乐与多元身份。除了演员身份，刘宇宁的音乐才华也是不容忽视的标签。在综艺《天赐的声音》中，他演唱《努力的人》，一句畅通泪腺迅速在网络发酵。他还尝试与不同歌手合作，包括《相思》《跳楼机》等舞台，展现出从摇滚到古风的多样风格。最近，他甚至大胆尝试了粤语歌，虽然被调侃塑料粤语，却因此意外出圈，再次证明哪怕不完美，但他愿意尝试，愿意突破。此外，他的直播频率也非常高，2025年4月就有4场直播，内容从新剧宣传到日常分享，单场观看量超过5万人次。他不是一个只依赖剧组给资源的艺人，而是懂得用多维度触达粉丝、维系热度的内容型艺人。粉丝文化与公众评价在折腰热播时，他的粉丝把10万云包场变成现实，热搜数据直接冲上天。在粉丝眼中，刘宇宁是光芒万丈的存在，追他追得坚定又热烈。但在外界看来，这样的热度来得太快，演技能不能扛得住，是运气还是实力？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哪怕再有争议，刘宇宁的角色和话题始终能引发讨论。在注意力稀缺的时代，被议论本身就是一种价值。不是完美男主，却是顶流。从《折腰》这部剧看刘宇宁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男主形象，也不是一个被全网吹捧的流量顶流，但他是特别的那个，在争议中成长，在非议中坚持，在质疑中打磨自己。这或许正是当下娱乐圈最难得的稀缺品质。刘宇宁不完美，但他真诚。他不是所有人的理想型，却在不断靠近自己想成为的人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视频内容有补充或更正，非常欢迎您喜悦的留言讨论，但千万别携带怒气。喜悦使人青春美丽。谢谢观看，敬请期待下期视频，再见。